说京城那位苏元衡苏爷如今可风光了，可不是嘛？用着苏家的方子，摇身一变成了御用盐商。3个月前，我还是京城第一盐商苏家的掌舵女，就因为皇帝一句“苏家富可敌国，恐生异心”，我全家被抄。都给老子快点！磨蹭什么？雷州半岛，传闻中礁石密布、瘴气横行的极恶流放地。哟，瞧瞧这批货色，居然有个细皮嫩肉的。大人，这是京城苏家的罪女苏沐白。监盐官郭九，来之前我就听说过，他是这岛上的土皇帝，落在他手里的女犯，没有一个能活过3个月。苏家，就是那个富可敌国的盐商，真是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呀！苏家的家训，越是身处绝境，越不能露出底牌。大人，这丫头性子烈，您可得仔细着点儿。烈好啊，烈马才有味道。来人，把这丫头送到本官的屋里去。今天晚上，本官要亲自审问。可恨我还未能洗清家族冤屈，如果真的逃不掉，就算是死，我也要拉这个畜生垫背。等等，萧凌渊，前大洋水师副将，如今雷州流犯中的领袖。萧凌渊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管老子的闲事？郭大人按照大前律例，军户刘凡若有军功在身，可优先婚配同批女犯。军功？你只是个被夺了职的罪将，哪来的军功？这是皇上御赐的荡寇牌，按律可抵1条人命，亦可折换1次特权。你疯了！为了一个玩物，用掉这保命的荡寇牌？她不是玩物，她是我萧家早年在京城定下的未婚妻。定亲？苏家从未与萧家有过婚约，他在说谎。可在这个深渊里，他是我唯一能抓住的浮木。好得很，萧凌渊，这笔账本官记下了。跟着。他没有等我，也没有帮我，他在考验我。萧凌渊，前大洋水师副将，苏家前大前第一盐商，他为什么救我？为苏家私产，还是那张能让天下疯狂的禁烟方子？在想什么？在想萧将军为何救我。想出来了。苏家已经抄家，我身上没有银两，也没有祖传的宝贝。你觉得我是为了图你什么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。萧将军是聪明人，不至于做亏本的买卖。京城来的大小姐，心眼倒是比筛子还多。你做什么？我救你，是因为我娘需要一个能识字、会算账、聪明的儿媳妇，而你需要一个能让你活下去的男人，就这么简单。这里就是流犯们的聚居地。渊儿，是你回来了吗？娘，是我把人带回来了。这就是慕白吧？在京城，那些贵妇人表面和气，却善于在背后捅刀子。我早就习惯了防备。好孩子，受苦了。渊儿，快把那半碗水拿来。在这海岛上，这一碗没有沙子的清水，不知道要花多少功夫才能过滤出来。快喝吧，孩子，润润嗓子。怎么，嫌脏？林渊，怎么跟媳妇儿说话呢？这水比我在京城吃过的任何山珍海味都要珍贵。哥，娘，我今天捡到宝贝啦！啊，仙女姐姐，不，大嫂，你认识我？没有。小何，拿了什么好东西？快给你嫂子瞧瞧。今天退潮，我去东边的死人滩爬了半天，才抠到这几个肥的。哥，快生火，把这个烤给大嫂吃。大嫂坐了那么久的船，肯定饿坏了。在苏家，我吃尽山珍海味。商人的世界里，所有给予都标好了价格。可这一家人，他们到底图我什么？我如今只是个一无所有的罪女。拿着。谢谢。我心里那堵用冰块筑成的防线，在这一刻悄然化了一丝。所有流犯，立刻去盐场集合，迟到者鞭30。你哥呢？
哥先去盐场了。大嫂，今天你要跟我们一起下盐场。盐场？那地方可难受了。这就是监盐法，每天每个人必须交出2斗盐，交不出就没饭吃，还要挨鞭子。就这种盐也叫盐？火力不够，结晶不均，杂质根本没有分离。在大前京城，这种盐连喂马都嫌脏。在这里，这就是命。快点起来干活！这样下去，以我的体质，用不了3天就会死在这里。站不住就退后，别逞强。我必须想办法活下去，差太远了。2斗的额度，我连半斗都没凑齐。快点，别偷懒！松满，你的盐呢？回官爷，还差一些。差一些。太阳都快落山了，你连半斗都没凑齐。按规矩，少1盒，抽1鞭。官爷，他的额度，我替他补上。萧林渊，你以为你还是以前的萧副将？自身都难保了，还想英雄救美？现在够了吗？他的够了，但你的空了。萧林渊，2倍的额度，你今天只交了1份，剩下的1份你要怎么交？按规矩处置。不要！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萧林渊，在苏家20年，我见过太多趋炎附势、唯利是图的人，我从未。记下了，为什么要帮我？你真不怕死？我说过，你现在是我萧家的人，我萧林轩哪怕死，也不会让自己的女人受辱。我突然觉得自己那些伤人的算计，在他面前显得有些卑劣。如果我有办法，不用烧火，不用受罪，就能弄出比这白上100倍、纯上100倍的盐呢？什么意思？现在这么制盐，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，而且出的盐品质极差。长此以往，你们的身体也会因为吸入太多毒烟而彻底废掉。大前历过100年来都是这么煮盐的，不烧火，盐从哪里来？晒。晒？对，利用日晒和风吹，让海水自然蒸发结晶。只需要在海滩上修治平整的盐田，引入海水，层层过滤，最后靠太阳暴晒，这样得出的精盐不仅产量是之前的10倍，而且色白如雪，毫无苦味。此话当真？苏家能成为大前第1盐商，靠的就是个秘密。萧林渊，我可以把这个方法交给你，带你和你的兄弟们走出绝境，但你必须向我保证2件事。你说。第一，保护我的安全，直到我重获自由。第二，以后这条沿路上赚来的每1两银子，我要分3成，作为我的报酬。成交。这里地势平坦，潮汐落差大，是最天然的盐田选址。但这里全是乱石，要把它们清理干净，不容易。我相信萧将军的手段。要避开郭九和张彪的眼线，这里确实最合适。既然如此，就不能耽误，越快越好。这里做蓄水池，往下是蒸发池，再往前是捏金池，每一处的深度和坡度都不能错。水走得太快，盐出不来；水太深，也晒不成。嫂子，这法子真的能出盐？只要天公作美，3天之后，你们就能见到这辈子最白的盐。按他说的做。看着他们，我心里也涌起了一股久违的斗志。这就是我夺回一切的第1步。谢谢你，给他们，也给我指了一条活路。先别谢，等盐晒出来再说吧。嫂子，救我！哟，萧家的小丫头，给咱们黑爷塞牙缝都不够。小妹，那是结晶后剩下的盐露，剧毒，腐蚀性极强。小何，躲开！你个臭娘们儿，竟敢伤大人的神拳，真是活腻了！来呀，看看是你们的刀快，还是我的药毒。萧林渊，这可是郭大人的神拳！
神权，回去告诉郭九，他那些见不得光的事，我还记得。赶紧滚！再敢进这个院子，我让你们连狗都做不成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他们恐怕已经盯上了，所以偏弯必须更快。水沉下去，沙石滤掉。记住，结晶池里的水只能流2指深，深了晒不透，浅了盐不进。每次进水都要看风和日头。大嫂，这木炭真能把海水滤干净？能滤掉不少杂质。要做白盐，第一步就是让水干净。大嫂，快看，水里有东西了！成了。林渊、小七，你们过来。这是盐，是盐，不黄也不苦，你们尝尝。没有任何苦涩，官盐又黄又苦，这个跟血一样。这东西要是拿到外面去，能换回什么？大米、棉布、良药。在这流贩们吃的都是劣质盐，很多人吃坏了身体，也活不长。这样的精盐，在大前只有皇室和一品大员才配享用。林渊，我们把这些带回去，让娘也尝尝。好。盐竟然能这么好吃吗？大嫂真的不苦。孩子，你这是给我们萧家，给这岛上受苦的人带来了一条活路啊！慕白，这力量太大了，一旦泄露出去，不仅是郭九，连朝廷都会派人来抢。这能改命，也能要命。所以，我们得找盟友。盟友？苏家当年的规矩，要想把生意做大，第一条就是利益均沾，不吃独食。我们若只顾自己发财，要不了多久就会成为众矢之的。岛上有那么多落魄的军户，他们缺衣少食，活得猪狗不如，但他们有力气，也有海上搏命的本事。你想把他们拉进来？没错，挑选你最信任的兄弟，让他们加入偏湾，给他们白盐和分红，让他们去换粮食。只要有利益绑在一起，他们就会成为我们最坚实的盾牌。郭九若查下来呢？他们为了自己的饭碗，也会拼死保守秘密。以前在京城，人人都说苏家女才智过人，现在看来，我眼光果真是好。萧凌渊，这世道弱肉强食，要想站着活，就得先让别人觉得你不好惹。必须听我的。成交。将军，都装好了，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盐都上船了，哪有反悔的道理？出发。这条路，你确定没有水师？今夜朝向偏南，水军巡船会绕开暗礁区，我们从礁线外侧过去。若他们改了巡逻线呢？他们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条线是我教他们走的。到了。来者何人？是萧爷。跟紧我。萧将军，真的是你？你不是被发配？少废话，今天来是给你送一笔富贵。这品质，即便是京城的青盐也比不上啊！萧将军，这盐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有多少？我要多少！金老板，这盐有多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能出什么价。这位是？别管我是谁，这样的精盐，我们每个月能提供500斤。不过我们要的不是银子，不要银子，我们要米、面、棉布、药物，还有棉花，按市价折算。你若诚心要，9折交易。这种盐若运到江浙，
成交。货要干净，别拿掺沙的米糊弄我。萧将军放心，我金把老做买卖最讲规矩。还有一条，姑娘请说。以后交易时间地点由我们定，你只等信号。看来萧将军身边来了位真正会算账的人。他说的话就是我的话。明白。这些东西能救不少人，也会让更多人知道跟着萧家能活，这就是我们要的。也是最危险的。你怕吗？我怕你跟着我涉险。那你以后就更该听我的。好，苏老板。最近这帮贱骨头精神头很足啊。大人，小的也觉得奇怪，尤其是那萧林渊一家。按说他们家人口多，交的盐又少，早该饿死了。可最近萧林渊那小子连油光都吃出来了。哼，小的怀疑他们私底下在捣弄什么见不得光的勾当。查，带齐人马，跟本官去萧家，掘地3尺，也要查出个究竟。是，大人。哟，苏大小姐，别来无恙啊！有人举报你们萧家私藏违禁之物，识相的自己交出来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郭大人，不知民妇家中有什么值得您大动干戈？有没有？搜过才知道。给我搜！这可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啊！娘，别怕，从救治大宝名声传开那日起，我就料到会有今天。大人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几筐海草。海草？郭大人，我们萧家穷，吃不起粮食，只能靠赶海捡些海草果腹。难道大钱律法连刘娟吃海草也要管？真正的白盐此刻正包着油脂塞在陶罐里，静静躺在偏湾最隐秘的海底卷石洞里，神仙也找不到。慕白，别得意得太早，本官倒要看看你们能藏到什么时候。走，走！几日后，郭九在雷州唯一的甘笃码头设下重兵卡抄，所有出海船只都被严查。金大郎那的商船已经在公海等了3天，码头看得太死，咱们的盐根本运不出去。如果走正路不行，那就让他们把眼睛闭上。这里？对，这是一片红树林，水浅礁多，官船进不去。可咱们的山城也进不去，容易搁浅。不需要大船，你有办法？声东击西。那是什么？白的，是盐！快，用私盐！跑！快追！别让他们跑了！抓到私盐就是大功。左边3尺有暗礁，往右。你对这里倒像走过千百遍。海图会说话，只要肯看，就能找到路。哎呦，萧爷你们可算来了！大人，是沙子！混账！被耍了，全都被耍了！苏娘子，萧爷，这位是来自南洋爪拉国的苏利亚先生。苏利亚先生不会说大钱官话，可由我来翻译转达。阿里咕达，阿里咕达，阿里咕达！苏利亚说，这是真主赐予的白雪，在他们南洋，只有最尊贵的国王才能享用这种品质的盐。黑胡椒，这就是大钱贵族口中的黑黄金。价比等银。苏利亚先生愿意用1箱黑胡椒换你们3箱雪盐。南洋缺盐，大钱渴求香料，打通这条商路，更是源源不断的金山银山。告诉苏利亚先生，合作可以，但我不要胡椒。不要胡椒？我要他手里的南洋航海图。出利亚各选马少莽和洋酒能办。苏利亚先生说，下次他会带航海图来换盐。你舍得放弃1箱黑胡椒？胡椒只能换一时的钱，航海图呢？能换一条路，一条通往南洋的路，也是一条让萧家、让雷州岛民活下去的路。萧爷，大嫂，出事了！慢慢说，怎么了？今天我去镇上的药铺买药，瞧见2个形迹可疑的家伙，他们拿着一张画像四处打听京城苏家最女的下落。我偷偷瞄了一眼，那画像上画的正是大嫂。在这个连饭都吃不饱的荒岛，大费周章找一个最女的，只有一个人，苏元衡。那个勾结奸臣、伪造密信，将我苏家满门拖入深渊的堂兄，他霸占了苏家家产，成了御用盐商，他竟还要斩草除根。慕白，谁人在寻你？别怕，说出来。他是毁了我苏家满门的仇人萧林渊，
我的过去找上门来了。他们已经摸到村口了，一共2个人看不顶式练家子，手里有弩箭。林渊，你要小心。放心，在海边，没人是水手对手。解决了。你受伤了？小伤，不碍事。坐下。苏慕白，你在害怕？我不该害怕吗？他们是冲着我来的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你根本不用去杀人，更不用受这种伤。慕白，我是个丧门星，会害了你们萧家。别哭，我说过，你是我萧凌轩的女人，护着你是我的本分。可是，就算没有你，这岛上的官兵迟早也会要了我们的命。苏慕白，从你踏进我家门那一刻起，咱们就一条命了。大嫂，娘是不是要死了？胡说，有大嫂在，娘不会有事的。林渊啊，不要丢下你媳妇儿。娘，我是慕白，我不走。苦了你了，好孩子，终于退烧了。我们萧家上辈子是修了什么福分，能娶你这么个好媳妇儿？在这里，我不再是算计利益的商人，我是萧家的媳妇。睡不着？梦见我爹在牢里咬破手指写血书，写了一半人就没了。我以前跟你说，我家是因为得罪贪官。我们不是合作，我说过，我们是夫妻。要去往南洋，靠咱们那几只小木盆根本不可能。对，公海风急浪高，得有吃水深、扛风浪的大船。岛上的租船厂呢？归官府管。官府的船指望不上，我们就自己改。这里一共80两，是这阵子攒下的全部银子。80两！林渊，召集流贩营里的老木匠、铁匠，用这些银子去镇上买桐油、铁钉和上等杉木。我要把礁石滩那条废弃的渔船彻底改头换面。今夜动工。以前在水师造船厂，我专管防水隔舱，没想到这辈子还有机会再碰船。
这船要是改好了，起码能装3000斤白盐。苏元衡，你且在京城好好享受，我的船已经准备起航了。大人，最近有人瞧见萧凌渊手下的几个水手经常半夜往偏湾方向跑，而且镇上好几家木材铺子和桐油行最近都进了一大单，买主神秘的很。哼，萧凌妖这小子看来是不甘心在这等死，想要造船逃跑啊！造船出海，那可是形同谋反的大罪。带上咱们所有的私兵，今晚悄悄摸过去。是，一定要人赃并获。本官这次要把萧家满门抄斩，以绝后患。他们来了。萧爷，郭九带人往偏湾来了，起码30人，都带着家伙。船还没彻底砌好，一旦被发现，前功尽弃。不能在偏湾跟他们硬拼。你有办法？我们人数不多，强攻只会2败俱伤。萧凌渊，还记得昨晚的潮汐时间吗？今晚暴雨将至，大潮会提前半个时辰。那片沼泽表面看起来像普通沙地，底下却是烂泥。暴雨和涨潮时会变成吃人的泥潭。小七，带几个兄弟去偏湾路口放风，扔几块烂木料，故意让他们发现，然后往沼泽方向跑，动静要大。是，大嫂。抓住一个，赏银10两；抓到苏家女和萧凌渊，赏100两。我的脚陷进去了！快，他们往那边跑了，别让他们跑了！我的脚陷进去了！大人，这地不对劲儿，是泥潭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动手！萧凌渊，你敢谋害官差，你要满门抄斩！我不杀你，你们老实待着。这沼泽地里谁敢动一下，就会沉下去1寸。萧爷，萧将军，饶命！饶命啊！在他府中找到了，克扣琉球口粮，私卖官盐，收受贿赂，还有勾结京官的往来记录。郭大人，这账本记性真不错啊！你想怎么样？这账本若是送到刺史大人案头或者御史台，郭大人，你这颗脑袋怕是保不住吧？姑奶奶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只要你们把账本还我，萧家在岛上做什么，我全当看不见。我发誓。你发誓？誓言是最不值钱的东西。那你要什么？郭九，我们不杀你，也不想揭发你，甚至还可以送你一笔你这辈子都想象不到的富贵。富贵？以后我们每出海交易1次，分你1成红利。你只需要做一件事，在大印上开张，把我们的船包装成官府盐运船。那这账本？账本自然留在我这里，当个买卖的契约。郭大人，跟着我们，你不仅能保住脑袋，还能发大财。怎么选？聪明人不用我多说吧。我听你们的。这一晚，萧家的危机彻底解除。有个事儿，明天我打算把陆白号的龙骨最后一次砌完。砌完量3天，第4天就能试水。出海之后，少则半个月，多则1、2个月。你是怕没人照顾娘和小妹？我是说，如果这次出海顺利，我们采通了南阳那条线，你迟早要回京城。然后呢？到时候你以什么身份回去？苏家孤女，还是流放逃犯？苏明，你得有个身份。萧家在军户簇上的人头还在，成了婚，你就是正经的军户家眷。以后无论走到哪儿，官府查下来，你都有个说法。只是因为这个？也不全是。也不全是。那晚跟你说的事，你考虑好了没有？考虑什么？做我萧家的人。这是你刻的？刻的不好，但岛上买不到别的了。好。大嫂以后就是我亲大嫂啦！一拜天地，2拜高堂。好孩子，以后要和和美美，夫妻同心。夫妻对拜。风浪同渡。同渡，在这荒凉的流放地，我们成为了真正的夫妻。大婚之后，海岛的晒盐业正式走向半公开化。有了锅巴的默许，
我们不必再像做贼一样半夜运盐，大伙儿不用再守着燕军火燎的盐锅等死，每日还能分到白米和御寒衣物。林渊，把兄弟们都叫来。人都到了。这盐以后拿到外面去，不能再叫私盐，也不能叫雷州盐。从今往后，这海岛晒出的盐就叫木白盐。木白盐，大嫂的名字，听着就一股子海风拂面、波涛汹涌的大气。总有一天，我要让这3个字传遍大前的每一个角落。我要让京城的苏元衡一听到这3个字，就夜不能寐，如履薄冰。船已经砌好了，慕白，咱们什么时候起航？明早，扬帆起航。慕白，这几天风浪太大，你留在岛上，我带兄弟们去就行。不行，林渊，你懂海战，懂驾船，但你不懂那些商贾的黑心算计。没有一个精明的商人坐镇，你们会被那些南洋地头蛇生吞活剥。我必须去。你呀，真是比我还要倔。娘，小何，我和灵妖这次去南洋，短则1月，长则2月。娘知道。后方的盐田，我已经交托给铁柱和几位可靠的兄弟。萧爷，大嫂放心，盐田有我。慕白，娘懂，你们是干大事的人，娘不拖累你们。娘天天给神明上香，等你们平平安安回来。嫂子，我也想去。小何乖，留在家里照顾好娘，等嫂子回来，给你带南洋最漂亮的珍珠。3000斤雪盐全数入仓。起锚。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远航。报！前方发现2艘海盗船，正围攻一艘中型商船。避开还是迎敌？不必，那是一艘南洋官商船，避开，我们以后就进不去南洋的港口。迎敌才是最好的败帖。南帆，左满舵，抢占风远。撞！放箭，有火箭！风向变了，水师旧部，随我登船斩首！赢了，赢了！多谢大前的勇士相救。我是南洋爪哇国万隆商会的会长之女阿雅。万隆商会掌控南洋大半香料市场。阿雅小姐，路见不平，理应相助。恩人，请收下这个，这是万隆商会的黄金特许令。只要持有这枚令牌，你们的船就可以在南洋任何一个港口免税通行，并且可以直接进入皇家市集。免税通行，皇家市集，这意味着我们的盐可以直接卖给南洋最尊贵的王公贵族。这一战值了。历经半个月的漂泊，慕白号终于驶入了万隆港。大嫂，这地方可真热闹。热闹才有生意。去集市看看。这也是盐？南洋多雨潮湿，晒盐不易，他们吃的盐多半就是这种泥盐，或从大秦运来的劣质粗盐。难怪最缺的东西，往往最值钱。小七，把摊位支起来，就在集市最显眼的位置。这是白雪吗？这是来自大前最纯净的木白盐，不苦不涩，毫无杂质。天主啊，这味道简直是神明才能享用的美味！我要10斤，不，我要50斤，开个价吧！啊！我也要，给我看看！别急，我先来的。木白盐的名声，在短短半天内引爆了万隆港。大嫂，咱们发财了，发大财了！3000斤盐换回整整500两黄金。怎么不开心？林渊，把金子收起来一半，剩下的全部换成南洋最好的黑胡椒、肉豆蔻以及沉香。慕白，你要倒腾香料？不识倒腾。这些香料在南洋便宜，但放回大前因为保存不易，容易发霉变质，所以价格极高。那咱们买回去岂不是也会坏？我有苏家独门的防腐秘方，这便是大前绝无仅有的胡椒盐。香囊这样处理，不仅香味能持久数年不散，还能防虫防霉。这一罐胡椒盐
在大钱，我能卖出10两白银的价格。慕白，你真是一个天生的商人。那帮大钱人卖了多少？回大人，前3天就卖空了3000斤，听说后面还要拉货进来。小的还打听到，他们赚的银子装了满满1箱，那箱子搬下船的时候，2个水人抬着都嫌沉。在我的地盘上抢我的买卖，赚我的银子，打听清楚了，他们一共多少人？回大人，连带水手不到20个，领头的是个女的，姓苏，还有个男的，看着像是当过兵。20个人就把万龙岗的盐市搅成这样？大人，他们那盐确实白得吓人。白，再白也得有命卖才行。去找他们船上的水手出价。出多少？100两黄金，买他们今晚的装货时间。大人英明。等等，告诉那个人，事成之后，他要是愿意，可以跟着我干。我蛇眼从不亏待自己人。今天晚上他们要把新加工的香料运上船。什么时候？子时前后，货仓到码头会走后巷，船上人不多。金子呢？也在船上，还有那些香料瓷罐，值大钱。等他们装货的时候，大人您带人冲上去，不仅能抢走金子和香料，连那艘船也能一起收了。干得好！今天晚上让这帮大钱人彻底喂了海里的鲨鱼。大嫂，今晚码头上好像多了几个生面孔，在货仓后面的巷子里晃悠，不像是来买货的。别慌，照常装货，当没看见。来了，按原计划。哟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慕白商号。哼，我还当3头6臂呢，原来就是个细皮嫩肉的小娘子和一个穷当兵的。大人，这船看着真结实啊，以后归咱们了。那几箱香料呢？我闻着味儿了，值不少钱吧？别急，今晚都有。哟，还握着刀呢，怎么想动手？你身后那条船上一共我数数20来号人吧。我呢不多，今天就带了16个弟兄，这16个都是我蛇眼在万龙岗养了5年的好手，砍过的人头比你们吃过的盐还多。我这人讲道理，这里有100两，你让小娘子把货仓钥匙交出来，带着你的人滚蛋，这金子就是你的。以后我蛇眼在万龙岗给你们留条活路，怎么样？够客气了吧？行，不领情是吧？那让这位兄弟替你们表个态。少爷，大嫂，我是被逼的，他们说我不答应就杀了我。歪脖子，你这个畜生！哼，说什么呢？你收了老子的金子，这会儿装什么可怜？看来你们平时对弟兄也不怎么样嘛，100两黄金就能买走一个，这人心啊！行了，废话少说，今儿晚上货我要，船我要。至于你不是爱握刀吗？待会儿剁了你的手，让你握个够！蛇眼老大，你刚才说100两黄金买我一条船，怎么，小娘子想通了？我就是觉得100两买一条船和3000斤货，你这生意做得不太精明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出价100两，我呢也不多，在场每一位兄弟，今晚只要退一步，我当场给20两黄金。以后慕白商号在万龙岗的货，全由各位的堂口互送，月月供养，不低于100两。20两黄金，月月还有供养？别听这臭娘们胡说，杀了他们，金子全是咱们的，我一根金条都不分，老子说话算话。谁动，谁死。我说的话还算数。听慕白夫人的，我们听您的。这晚过后，蛇眼在万龙岗再也没能抬起头，慕白商后的旗后也正式挂上了码头最繁华的街道。大嫂，咱们现在有钱了，船也有了，接下来做什么？建驿站。驿站？大前京城离这里万里之遥，朝廷有什么新动向，北方战事如何，我们在这岛上等同于聋子和瞎子，必须有自己的耳目。
大嫂说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。半年时间，慕白商后以香料和贩盐为名，在雷州、银沙浦、泉州，一直到京城，暗中设下6处秘密驿站。情报通过信鸽和加急快船，源源不断传回万隆。京城的信。大前天灾连连，北敌扣关，户部国库空虚。苏元衡的后台，户部侍郎因涉嫌侵吞军粮，已被御史台弹劾，禁足府中。苏元衡的靠山要倒了，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哼，那狗贼依仗朝廷权势强占你苏家的家产，如今没有户部侍郎庇护，他不过是一只拔了毛的鸡。不，他还死不了。为何？他手里还握着朝廷大半的盐税，只要还能往国库交银子，皇帝就不会动他。所以得让他交不出银子。林渊，咱们的机会来了。北方战乱，京城和内陆诸省粮价飞涨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可江南和南阳风调雨顺，存粮多，价格低。我们要把南阳的粮食反向输送回大前，走海路回去。对，不仅能有高额回报，还能结交那些因战乱而缺粮的地方官员。有了白银，有了人心，更有了官府庇护。我来安排船和航线。大嫂，咱们这次回国，动静是不是太大了点儿？船舱一半是粮食，一半是香料，万一被官府水师扣下……放心，有郭九的官盐船批稳在，只要按时给那帮水师账里塞银子，没人会跟财神过不去。这地方比咱们想的还惨。我们来的正是时候，立刻通过本地站联系本地的同知大人。是。同知大人，慕白商号愿以低于市价30%的价格供精米2万斤，雪盐500斤。苏夫人，您这真是雪中送炭啊！长宁百姓有救了。大人言重了，慕白商号理应为国分忧。从这一刻起，慕白商号在大前内陆的官场上，终于有了一张真正的入场券。喜风帆、洛夫帆全速通过。怎么了？有危险！是黑沙，黑沙南海最大的匪首，手上上千悍匪，劫船从没失手。5艘战船，起码500人，咱们只有30个弟兄。临行前，我托人买了点东西。什么？以前在水师时，火器营老营长教过我一个方子，硫磺、硝石，还有海盐石上刮下来的白粉，混在一起能爆炸。点灯。哟哈！一艘小破船，30来号人也敢走落英峡？老大，这船吃水深，油水不小啊！船上的、识相的，把货卸了，把银子交了。船头那个小娘子看着挺标致，留下来陪老子喝2杯。剩下的人，老子心情好，赏你们一艘小船自己划回去。吓傻了？行，老子今天心情好，陪你们玩玩。弟兄们，给他们露一手！哈哈哈哈哈！再来，看看他们能撑几轮。老大，不如直接登船抢了算了。急什么？让他们先多活一会儿。小七，搬上来。水师火器营的老方子，我改过几处。陶团比铁壳有分量，扔得远。引线一燃，3息之内必炸。炸开的火，水都扑不灭。你试过？在片湾后面的礁石滩试过2回，炸碎了3块磨盘大的礁石。哟，搬上来几口破坛子，打算砸死我们吗？哈哈哈哈！都别动，让他们扔。要是扔得好，老子给打赏。老大，那罐子还没我脑袋大呢。哈哈哈哈！点。那什么声儿？放。什么东西？他娘的！冲过去！我们活下来了。还没到南阳，南海要变天了。黑沙被一艘商船击沉了，有人灭掉了黑沙。凡悬挂双头鹰旗号的商船，任何人不准动手招惹。慕白商号4个字，
成了南海航线上最硬的金字招牌。大嫂，今天码头上又来了好几拨人，说是要投奔咱们。都是什么人？有遭遇海难的水手，有被官府逼得活不下去的渔民，还有几个以前黑沙手下的残部。黑沙的人？是，说是没滥杀过无辜，个个水性极好，愿意纳投名状。林渊，你怎么看？只要底子干净，没有滥杀无辜的，全收下，把他们编入护航分队，用当年水师的标准统一训练。是。3个月里，慕白商后由1艘升至5艘，末下水手、护卫多达500人。凭借萧凌渊卓越的军事才能，将这股力量凝成钢铁之师，在这片浩瀚的南海上，只要挂上双头鹰旗帜，便可畅通无阻。我们已经真正掌握了这片海域的制海权。大半年未归，这里已经不再是当初那片死寂的荒滩。大哥，大嫂，好孩子，你们可算回来了。娘，我们回来了。慕白，你瞧，你们运回来的粮食和银子，大伙儿一分都没乱花。咱们建了学堂，修了水渠，还用你教的法子给地里拖盐。如今这岛上人人有饭吃，再也没人挨饿受冻了。这里再也不是地狱，这里已经成了属于我们的桃源。知府大人，慕白是个本分商人，雷州海岛能有今日的安宁，全仰仗大人的庇护。这点薄礼是慕白孝敬大人用来修缮府衙、赈济灾民的。萧夫人有话直说，只要本州能办到，绝不推辞。我要雷州海岛上那300流犯军户的名次，我要知府大人以雷州遭遇海啸，流犯伤亡过半，渔者年迈病残，准予除籍为名，把他们的罪疾彻底抹去，让他们重归良民之身。这怕是不合规矩，私自除籍，朝廷若是查下来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如今朝廷户部空虚，战乱不断，谁会去管一个荒岛上琉球的生死？大人，有了这2000两银子，您明年的政绩还怕拿不到一个上的平民吗？萧夫人稍后。雷州府公文：雷州海岛遭海啸之灾，流犯伤亡过半，渔者年迈病，准予除籍，重归良民。他们终于不再是罪犯，他们重获了自由。萧爷，萧夫人，我们不走。为什么不走？回了家乡，你们就是正经的良民了。回家乡？我们的家乡早就被战火烧没了，这里有我们的汗水，有我们的家人，最重要的是萧爷和大嫂让我们活得像个人。我们要留下，跟着萧爷干！对，我们要留下，誓死效忠萧爷和大嫂。都站好，以后不许跪了。既然你们不走，那从今往后，这岛就是咱们的根，不要再提什么流犯罪劫。咱们是正经的雷州百姓。萧爷，那咱们以后干什么？岛上有盐田，我们往外运盐，需要人守船扛货，跟船出海，有力气的上船，有手艺的留岛上，还需要种菜的、做饭的、带孩子的，大家都有活干，这岛饿不死人。听萧爷的，留下，咱们留下。姓名、年纪，会什么活？王大山，32，会撑船，也能扛货。刘氏会做饭，也会腌菜。盐务，厨房，我会修船，也会补桅杆。修船组。七哥，那咱们这算啥？算陆爷的伙计？算一家人。啊！慕白，怎么了？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了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当年苏元衡用来诬陷我父亲通敌卖国的那份密信。密信的字迹确实模仿了我父亲的笔迹，连笔锋都一模一样。但是苏元衡千算万算，漏算了一点。这是苏元衡自己的字迹。他当年用的是独门藏墨法，他先用特制隐性水写了底稿，再在上面模仿我父亲的字。这就是犯案的铁证。只要用温水一熏，他自己的字迹就会显现，任凭他如何狡辩，也无济于事。